不可否认，作为家中必备的大家电之一，油烟机对厨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很多家庭都很舍得在上面投入。其实，在我看来，这种产品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本质就是一个电机加上一个外壳。但是，市面上的油烟机不仅种类和款式众多，而且价格也是参差不齐。如果不精挑细选，很容易被收割，交了智商税。本期小东就结合我家换过3次油烟机的选购经验，给大家总结了5不选原则，来告诉你到底哪几种油烟机不值得投入。1. 顶侧双吸新型烟机，不建议选。什么是顶侧双吸油烟机？简单来说，它就是结合了顶吸式和侧吸式的升级款，得益于7字形的外观设计，一台机器配置了2套动力系统，既有顶吸的效果，同时又具备侧吸的功效。虽说顶侧双吸烟机确实在排烟性方面有所提升，但我还是不建议大家选，因为用过就会知道，这种新款烟机是噱头大于实用。首先，上面的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侧吸口距离燃气灶位置比较近，基本上油烟到不了，顶部就被吸走了。其次，顶侧双吸式烟机工作中产生的噪音要比其他类型烟机要大，很影响使用时的体验感。另外，顶侧双吸烟机搭载的是2个风道，机器内部设计也较为复杂，不仅增加了故障率，而且产品自身价格也很贵。综上所述，站在实用性的角度以及使用成本上来看，都不值得投入。2. 价格太低的集成灶，不建议选。集成灶确实是个好产品，单从吸油烟效果上来看，它几乎能做到满分，因为它在排烟口的设计上离烟灶最近，而且走的还是下烟道，基本上在烹饪过程中闻不到任何油烟味。同时，它还结合了多种厨房电器的功能，比如除了基础的烟机灶具外，还配置了蒸烤箱或者消毒柜等功能。但是不得不承认，集成灶这种组合式厨电产品也并非完美的，特别是市场价格偏低的产品，大多不是模块化设计，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零件不小心坏了，很可能就会导致整个机器的瘫痪。此外，这种组合式的厨电产品确实没有独立式的产品效果好。如果想把吸油烟、蒸烤、消毒等功能都做到位，那它的价格注定不会便宜。所以说，如果预算只有几千块的话，劝你还是不要考虑集成灶，买回家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添堵。3. 吸力太小的油烟机，不建议选。油烟机的本质工作就是吸油烟，如果一台油烟机的吸力太小，油烟吸不进，那不只是厨房，就连家里的客厅也会变成油烟重灾区。因此，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油烟机必须要选大吸力的，别管它是大吸力还是瞬吸，只要能保证快速增加风量和风压，以最短的时间将爆炒过后的油烟带走就对了。小东建议大家在选择烟机的性能上，首选排风量不小于18立方米每分钟，瞬吸风量要大于22米每分钟。此外，还要有足够的风压，避免烟道油烟倒灌。原则上，高层10楼以下风压大于300帕，高楼层风压越大越好。4. 噪音太大的油烟机，不建议选。其实，衡量一台油烟机是否值得投入，除了要看风量和风压以外，烟机的噪音值这个性能参数也很重要。毕竟，在烹饪的过程中，如果烟机工作时的声音太大，势必会影响到心情。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想每天下厨做饭时都被油烟机发出嗡嗡的噪音声困扰。因此，好坏油烟机在这方面的关键性区别不只是电机，性能优越的油烟机在满足大吸力、大风压的同时，还会把烟机的噪音值控制在60分贝以下。显然，这种性能的油烟机更值得投入。反观，如果油烟机的噪音值大于65分贝，甚至超过了70分贝，那就不建议考虑了。5. 附加功能太多的油烟机，不建议选。上面也说过，油烟机这种产品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只要风量和风压能达到效果，就能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现在很多油烟机厂家为了卖高价增加产品利润，不仅升级了更高级的面板材料，而且还配置了很多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比如说什么油烟自清洁、挥手感应、语音控制等。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可有可无的附加功能在日常使用上很少会用得到，多数都是营销噱头而已，并不实用，而且功能越多，价格越贵，后期的故障率也就越高。因此，建议选购烟机时，只要关注风量、风压、噪音和瞬吸等几个关键指标就足够了，没必要为了那些鸡肋的附加功能买单。好了，以上就是小东为大家总结的油烟机5不选原则，希望能帮助大家避坑。其实，选购油烟机也没那么复杂，不管是顶吸式还是侧吸式，只要性能参数达标，
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就算是1、2千的机器，那也是值得投入的。烟机灶具是每个家庭厨房中必不可缺的电器之一，家里的一日三餐都要用到它。那对于抽油烟机，到底选顶吸、侧吸还是集成灶好呢？这个问题让无数人纠结。小东最近家里的房子因为住的年头久了，打算翻修一下，目前正好装修到厨房阶段，也正打算换一台烟机。面对3种不同类型的烟机，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碰巧家里的一个亲戚，正好在当地的一个大商场里做厨房电器销售的，已经工作5、6年了。经他手里卖出的烟机灶具，怎么也得有上百台了。我前几天特意跑去他那认真学习了一下，希望看完能解决你的选择困难症，为选择哪种烟机时不再犯难。1、集成灶。很多人都说集成灶排烟效果好，而且很多产品还自带蒸烤、消毒功能，一机多用，是不是现在销量比传统烟机好？他告诉我说，目前很多大牌集成灶油烟吸净率几乎可达到99%极限指标，主打的就是排烟效果好。多数人选择它也是看中了这一点，但仔细对比分析一下，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因为集成灶采用的是静吸侧排，所以它对蒸、煮、炖、小炒这些有规律的，而且是固定位置的。相对温和的油烟，它的效果是最佳的。但是如果是煎、炒、烹、炸、过油爆炒这种炸开的不规则的油烟，还有需要颠勺产生的移位的油烟，这个集成灶的侧吸就不灵了。其实目前选择集成灶的还是年轻人居多，主要是有4个理由。1、性价比高，现在年轻人都会算账，如果买集成灶可以省去1米橱柜的钱。别看集成灶动辄18000一台，但是减去做1米橱柜的成本，实际到手相当于才花了5、6千，感觉特别划算。2、外观时尚，年轻人觉得集成灶是把烟机、灶具组合成一体机，所以设计外观上更好看。而且集成灶目前算是个新东西、新潮流，用的人不多，就是时尚。3、功能齐全，集成灶就是把油烟机、燃气灶外加消毒柜、蒸烤箱、洗碗机等等多种电器集合成一块的新式厨房设备，对于年轻人来讲，属于一机多用，简直不要太香。4、节省空间，集成灶相对于传统烟机不需要占用橱柜上柜的空间，而且把其他需要橱柜的电器整合到一起，说可以节省厨房至少40%的空间，一点不夸张。那么既然集成灶这么好，为什么还有人买传统烟机呢？他介绍说，对于不愿意选集成灶的人，基本都有2大顾虑。第一就是安全性，一部分人顾虑集成灶不安全，会有爆炸的可能，担心集成灶抽烟口离这个灶台太近，会有这个火苗吸入机体的风险。其实集成灶爆炸仅仅是玻璃面板裂了而已，并非产生明火的爆炸。而且现在2代、3代的集成灶工作时是采用油水分离，油烟下排根本不会引起火灾，安全还是有很高的保障的。第二就是后期维修，客观的说，集成灶维修难度大，成本高是个事实。因为集成灶属于集成一体机，其中的一个零部件损坏就会直接影响到整机的使用，不像传统分体机，烟机和灶具都可以单独更换。其次，集成灶是集成设计，一旦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时，必须要拆机，其维护难度大，而且集成灶安装往往是嵌入橱柜里的，需要拆机检修时，很可能还要先拆除部分橱柜才能完成，这也增大了维修成本。2、顶吸烟机，我问他，那传统烟机顶吸和侧吸哪个好？他说，不管是顶吸还是侧吸，其实是各有优缺点，不能说哪个更好，还是根据自身的家庭需求去选择。首先，顶吸烟机控烟范围更大，面对煎炒烹炸这种暴躁的油烟，它的抽油烟效果是最好的，这也是顶吸烟机最大的优点。所以说，你看饭店的后厨没有用侧吸和集成灶的，全部都是顶吸，而且款式多样，噪音小，价格通常也比侧吸、集成灶要便宜很多，2、3千就能买到一个品牌烟机，所以说适合大部分家庭选择。3、侧吸烟机、顶吸烟机价格便宜，款式又多，那为什么要出侧吸的传统烟机呢？在消费者看来，顶吸最大的问题就是油烟需要过脸，这个饱受诟病，侧吸就是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其次，对于顶吸烟机有不滴油、不碰头的优势，所以这几点是大部分人选择侧吸的理由。其实顶吸烟机和集成灶都属于静吸侧排，它俩的排烟效果看起来都差不多，对于温和的油烟比较擅长。传统烟机之所以要出这个侧吸产品，主要是来弥补这个细分市场的不足，说白了就是对标集成灶的，用来抵消这个侧吸的优势。侧吸烟机看起来很完美，其实缺点也很明显，比如噪音大、价格贵，而且
离灶台比较近，在烹饪的过程中更容易溅上油渍，后期清洁起来特别费事。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顶吸、侧吸还有集成灶在抽油烟的效果上都不算完美。集成灶和侧吸相同，适合那种固定位置的温和油烟，坦白讲，更适合那种不是特别会做菜的人。顶吸烟机它可以胜任高强烹饪产生的油烟，所以是厨房高手必备。其次，就这个产品档次而言，大家不要以价格论，因为这个集成灶它集成了多个配套产品，所以价格肯定要高于传统烟机，但这并不代表贵就是高档。其实传统烟机更高档。不信你打听一下，你看住别墅的哪有几家用集成灶的？集成灶更时尚，功能多，适合不经常做饭的年轻人，这是肯定的。至于侧吸呢，实质上就是传统烟机厂家被迫出的一个产品去打集成灶的，它既比不了顶吸烟机的控油烟的能力，又没有集成灶节省空间，性价比实在不高。当你真正懂烟机的时候，你肯定不会选侧吸的。中国家庭都有一日三餐下厨的习惯，厨房烟机选不对，那真的是很糟心。我家之前跟风买的油烟机，没用上3年，各种问题不断，吸力越来越弱，噪音大不说呀，一到饭点还总能闻到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儿。为了解决油烟的困扰，我花了3天时间查询了大量的资料，期间呢也对比了市面上多款热门烟机的型号，终于搞清楚了烟机到底该怎么选。我总结了5条黄金标准，认真听完能让你少踩很多坑。1、看风量。理论上来讲呢，风量是越大吸力就越好，所以呢咱们买大不买小，这是最基本的选购标准。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有2个执行标准，如果您的烟机是新国标，风量至少是大于等于7立方米为合格。如果是旧国标呢，那么建议选择大于等于22立方米以上的，这样即使是爆炒也不用担心跑油烟。2、看风压。风压的大小它决定了邻居炒菜时油烟会不会倒灌进您家。很多人都搞不懂风压该选多大合适。其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参考标准，就是用您家小区的总楼层减去您家的楼层，然后根据楼层差进行选择。不过呀，风压也牵扯到了新国标的问题。现在很多品牌呢只标注最大静压，不给风压了。所以呢，如果您家楼层差较大的话，就建议选择静压值在600帕以上的。3、看自清洁。烟机的自清洁非常重要，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长期下来油污堆积，影响吸力不说呀，电机负荷增大，噪音呢也会越来越大。现在很多油烟机都打着免拆洗的旗号，实际上呢就是普通的水洗自清洁，光靠水流的方式进行冲洗，效果甚微。到头来呢，您还是要请人上门清洗，一次呢少说300-400块，遇到不规范的还容易拆坏机器。所以呢，不想踩坑的宝子们，建议认准搭载高温蒸汽洗功能的，才能更好的融化油垢。像我家新换的这台美的蒸汽洗 AK5 Pro， 就是因为老烟机堵住了，洗也要钱，干脆换这种蒸汽洗的了。这里呢有一个蒸汽洗的按键，打开之后，它先是110度超高温蒸汽溶解油污，再是超高压持续冲刷，把剥离开的油垢快速带走。而且呢，它采用的还是3D 多孔喷头，特点是高覆盖面无清洁死角，清洁后的效果跟新的一样，能保持油烟机持久大吸力。4、看智能化功能。拥有智能化程度高的油烟机建议您优选，会大大的提高下厨的体验感。比如常见的烟灶联动、挥手制控，这2大功能就非常的实用。烟灶联动呢，就是打开燃气灶时，油烟机会自动的开启。这一项功能呢，对于经常炒菜忘记开油烟机的我来说呢，是相当的友好了。挥手制控呢，是直接挥手就能控制油烟机的开关，也是很实用的。咱们平时洗菜做饭开关油烟机都是无需用手接触的，一顿饭下来，手和烟机都是干干净净的，省去了后期清洁烟机的麻烦。5、看品牌售后。厨房烟机是耐用品，一用就是10年8年的，品牌售后同样重要。不建议您去选那些不知名的杂牌烟机，低价成本的杂牌烟机基本上是没有售后的，用坏了只能扔掉。所以呢，建议宝子们认准像老板、方太、美的这样的1线品牌，市场占有率高，品质和售后呢更有保障。最后推荐几款大家可以关注的油烟机型号。一是我家这款美的蒸汽洗 AK5 Pro， 顶侧一体形态，嵌入橱柜安装后效果特别好看。参数方面呢，它有23立方米大风量和1000帕的超大静压，平时猛火爆炒也不会跑烟。我家这个开放式的厨房也能轻松的应付。2是方太 F2， 形态都是跨界顶侧一体，比美的 AK5 Pro 多了一个风量，不过没有高温蒸汽洗的功能，颜值质感要好一些，两者的价差在2000左右。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进行选购。冰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作为咱们日常生活中食材存储和保鲜的重要电器，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而纵观现在的冰箱市场，产品鱼龙混杂，价格参差不齐，这也导致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买到了并不实用的产品，花了大把血汗钱买回家的冰箱，没用多久就出现结霜、耗电、噪音大以及食物串味等诸多问题。我家这些年也换过3台冰箱，本期结合自己的使用体验以及冰箱的选购技巧，告诉你5种不建议选的冰箱，希望能帮助大家成功避坑。1. 不选制冷冰箱。制冷冰箱就是我们俗称的有霜冰箱，相信家里的老一辈人对它都不陌生，在90年代基本是每个家庭的标配。制冷冰箱的优势在于，首先是价格便宜，1800块就能买得到。另外，它的结构简单，工作稳定，理论上来讲，只要它的压缩机不坏，用个20-30年都没问题。像我老妈家那台就是老款的制冷冰箱，至今服役20多年了。但是它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冰箱内结霜，用久了冰霜会越来越多，需要定期去清除。另外就是它的制冷效率较低，始终没办法把冰箱做大，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还在售的制冷冰箱大多是小3门款式，容量一般较小，因此不建议大家选择制冷冰箱。现在的风冷冰箱不但制冷效率更高，而且可以做到冰箱内无霜，并且能把冰箱做得很大，更能满足日常大量储物和食物保鲜的需求。2. 不选小容量冰箱。以我换过3台冰箱的经验来看，冰箱在有足够摆放位置的前提下，买大不买小，容量越大越好。千万别相信什么按需购买，觉得家里人口少就买个小容量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就算家里2口人，买个大容量冰箱也是很有必要的。拿我家来举例，刚结婚那会考虑平时就2个人用，就选个小容量冰箱，结果等入住后发现根本不够用，平时的剩菜剩饭和水果饮料就能把冰箱塞得满满的，更何况是逢年过节了。那个时期日常扔东西已经变成了常态，不但可惜还很浪费。所以在我看来，不论家里几口人，买冰箱至少400升以上。再者说，大家都经历了疫情时期，时刻都有囤菜的需求，小容量冰箱根本没办法满足。3. 不买双开门冰箱。市面上的大容量冰箱一般为双开门、十字对开门、多开门这几种款式，其中双对开门冰箱颜值高、容量大，且价格相对便宜，曾经红极一时。我家第2台买的就是双开门冰箱，结果实际体验感很差，根本达不到预期。双开门冰箱看着挺大，但实际上内部设计特别不合理，只有2个分区，左边冷冻，右边冷藏，中间还被隔板分开，实际上单边特别窄，尤其是冷冻室那边，连个整条鱼都放不下，更不要说逢年过节的，你想放一些带骨头的大块肉类，根本不可能。而且我发现双开门冰箱还很耗电，因为双门冰箱只有2个门，只要开门就相当于整个区域裸露出来，冷气流失很大，冰箱只有不停的工作才能达到之前的制冷效果，无形中就增加了能耗，所以不建议大家考虑双开门冰箱。反观不论是十字对开门还是多门冰箱，都不存在这些问题，内部的设计空间更加合理，宽度够长，可以满足大块食材的摆放，且多门款式制冷效率快，不会增加能耗。4. 不选单循环冰箱。目前市面上风冷冰箱的循环系统大致分为单循环系统、双循环系统以及多循环系统3种，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单循环系统是一个蒸发器加一个风机，负责把冰箱内的冷气循环到各个角落，这就导致食材容易串味，而且冷藏室需要温度时，冷冻室被迫制冷，还会出现冻伤食物的问题，所以不建议大家购买。而双循环系统就是包含2个蒸发器和2个风机组成的制冷循环系统，它的优点在于冷藏室和制冷室各自独立，控温更精准，而且分别独立循环，食物相互间不会串味，冰箱的保湿效果也好。值得注意的是，商家说双循环冰箱，你一定要问清楚是双制冷循环还是双风露循环。双制冷循环的冷藏和冷冻是2个独立的制冷系统，相互之间不会串味，更省电。但是双风露循环冷藏和冷冻是同一个制冷系统，只不过有2个风机在吹风，避免不了会串味，效果完全不一样。总体来说，从控温和制冷效果来看，双系统双循环优于单系统双循环。
优于单系统单循环。那多循环系统就是冷藏和变温两者独立，但价格贵，容量还小，相对来说性价比不高。5. 不选高能耗冰箱。要知道，冰箱不同于其他电器，像洗衣机、空调、热水器，只有在日常使用时才耗电，而冰箱常年24小时工作，一直处于用电状态。因此，如果买了能耗高的产品，后期每年交的电费必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冰箱是否耗电，主要受冰箱自身的能效等级影响。可以肯定的是，1级能效冰箱最省电，像我家那台就是1级能效的。日均综合耗电量标注为 0.56 度天，而同型号同容量的冰箱2级耗电量是 0.78 度天。其实两者日均耗电量相差并不多，但1级能效冰箱的价格一般来说会比2级能效冰箱贵几百块，所以在我看来1级能效冰箱最省电不假，而2级能效冰箱性价比更高，那高于2级能效等级的冰箱就不建议大家买了。之所以能耗高，也是因为冰箱自身的压缩机也很一般，像标记为3、4、5能效等级的冰箱，不但日常耗电量大，而且冰箱的使用寿命也不长。总结一下，首先选冰箱要买风冷的，风冷不结霜，制冷更均匀。其次，在价格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要选个大容量冰箱，可以满足日常的囤菜需求。款式的话，更建议大家选择10字门或多门冰箱，空间储物不受限制。另外，想要保鲜效果好，食物不串味，就要选择双循环制冷系统的冰箱。至于节能省电方面，选择1级或2级能效等级的均可。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那么，作为食物储存和保鲜的电冰箱来说，它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所以说，冰箱选不好，不仅是多花冤枉钱，还会影响生活质量。因此，很多人在选购冰箱时也会格外重视。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市面上的冰箱，不管是品牌还是种类，以及价格方面，都让人眼花缭乱，难以选择。本期小东就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以我家换过3台冰箱的经历，给大家总结了选购冰箱的3买4不买原则，避免大家踩坑。1. 冰箱的4不买。1. 不买小容量的。选购冰箱时，大家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家选多大的合适。有些朋友会认为我家人口少，应该选个小容量的，尺寸小还不占地儿。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就拿我家来说，第一台冰箱就是一台3门的小容量冰箱，虽然平时家里就2口人，但也根本不够用。日常的水果、饮料、剩菜剩饭就把冰箱塞满了，赶上逢年过节想囤货的时候，就十分头疼，只能选择性的扔东西，不仅浪费，还很心疼。所以在此也奉劝大家，对于冰箱容量的选择，建议还是往大的买，更实用。特别是经历过疫情时期，显然400升以上的大容量冰箱更能满足家庭生活需求。2. 不买制冷冰箱。市面上的冰箱分为制冷和风冷2种类型，很多人购买冰箱时，往往会忽略掉冰箱的制冷方式，会盲目的认为冰箱只要能制冷就不影响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传统的制冷冰箱的制冷技术相对落后，与风冷冰箱相比，不仅在节能和制冷效果上存在很大差距，而且最明显的弊端是冰箱内会结冰霜，如果不定期清除，不但会让冰箱的耗电剧增，还会影响正常使用。换言之，制冷冰箱的性价比很低，实用性差，所以建议大家选择节能性更好、制冷更均衡、控温更精准的风冷冰箱。3. 不买高耗电的。就冰箱的能效等级来说，目前市场上的冰箱多数以1级或2级为主。大家都知道1级能效的冰箱目前是最节能省电的，而2级能效冰箱日常耗电量与1级相差不大，但价格通常会便宜好几百，所以性价比会更高，更省钱。但是还是有部分人因为价格原因会选择高能耗冰箱，殊不知冰箱常年24小时运行，一直处于工作状态，高能耗的冰箱1年下来产生的电费会高得惊人。除此之外，高能耗冰箱之所以价格便宜，往往也是因为冰箱的重要部件压缩机质量不行，不仅使用寿命短，而且工作时还会产生很大噪音。4. 不买智能冰箱。你可能会问，现在不都说科技改变生活吗？为什么不建议买带智能功能的冰箱？在我看来，冰箱这种刚需电器越是功能多，就会显得越鸡肋。就比如可以连接 WiFi 带显示屏的智能冰箱，又是能刷剧，又是能听歌。其实这些只是单纯为了吸引年轻消费者制造的噱头。等你真正买回家后，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附加功能1年都用不上1次。不仅如此，日常使用还会增加冰箱的耗电量。咱们要明白一个原则，
冰箱的主要作用就是食物的保鲜和冷藏，实在没必要为了那些打着高科技口号的无用功能去买单。2. 冰箱的3买：1. 买双循环制冷的。上面也提到了，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冰箱大多数是风冷冰箱。风冷冰箱主要是依靠蒸发器和风机来控制冰箱内的温度，所以它的制冷效果也和它的循环系统息息相关。就比如常见的单循环系统风冷冰箱，它的冷藏区和冷冻区是共用一个蒸发器和风机，这就导致不同食材之间会出现相互串位的现象，还有制冷效率差、耗电高的毛病。而反观双循环系统的冰箱，它的冷藏区和冷冻区各有一套蒸发器和风机，也就代表着不同温区可以独立控制温度，不仅可以避免食物串位，而且控温更精准，制冷更均衡。与单循环系统相比，实用性更高。当然，技术上更为优秀的还有3循环系统冰箱，但一般多用于高端的进口品牌，价格比较昂贵，性价比不高。2. 买双变频技术的。买过空调的人都知道，目前市场上的定频空调已经被淘汰了，原因就是温差大、耗能高还费电。其实冰箱和空调类似，定频冰箱也存在上述问题，所以淘汰也是迟早的事。因此建议大家首选搭载变频技术的冰箱，不仅能提高制冷效率，而且更加节能省电。但值得一提的是，风冷式冰箱主要靠压缩机和风机工作，所以咱们要选择双变频冰箱，也就是说它的压缩机和风机都是变频技术的，不然变频性能会大打折扣。3. 买十字门或多门款式。就目前风冷式冰箱而言，市面上销量卖的最好的基本上就是1字对开门、十字门、法式多门3种款式。其中1字对开门冰箱不仅容量大、颜值大气美观，而且价格还卖得便宜。为啥我不推荐呢？因为我家换的第2台冰箱就是这种双对开的冰箱，可以说使用体验感很差。别看1字门冰箱看着大，但实际上内部分区很少，只有冷藏和冷冻2个温区，而且单边宽度还很窄，能存放的食物十分有限。另外，它的制冷效率也低，因为你每次开门，冷藏区和冷冻区都会同时裸露在外，压缩机需要不停的工作才能达到原来的温度，所以也特别耗电。反观十字门和多门款式，在冷藏和冷冻区的基础上会增加变温空间，冰箱的分区多，就意味着能满足不同食材的存储需求。另外，它们内部空间在宽度设计上也更加合理，也能满足大块头食材的摆放和存储。虽然价格略贵，但更值得投入。3. 最后总结，结合上面说的，选购冰箱的3买4不买避坑点，再来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1买风冷冰箱，不买制冷冰箱；2买大容量，不买小容量；3买双变频、双制冷循环的，不买单变频、单循环的；4买十字门或法式多门款式，不买1字双开门。好了，以上就是关于选购冰箱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您在挑选冰箱时有所帮助。我家这套厨房啊，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当初冰箱没选对。由于机身太厚，突出橱柜，丑的出奇不说，走路还会不小心绊到脚。关键它是侧边散热的，需要预留散热空间，导致冰箱和橱柜之间呢有较大的一个缝隙，形成卫生死角，这是最让人头疼的。所以呢，我一直考虑换一台既实用又能提升美观度的冰箱。但是市场上的冰箱啊，要么太厚，放进去之后突出橱柜，要么就是刚好嵌入的，冰箱门又打不开。好不容易找到一款合适的上万元的售价，贵的离谱。正在我发愁之际，朋友给我推荐了这台 TCL 超薄零嵌法式冰箱 T9DQ， 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难题。说到嵌入式超薄冰箱啊，市面上的类型比较多，但主流的还是以1字对开门、十字门和法式门为主。这几种冰箱啊各有优劣，有不同的适用性。对开门冰箱美观大气，而且容量大，但是呢内部存储空间格子比较小，空气对流慢，除味能力一般，而且大部分机型不支持嵌入，因此比较适合有较大空间摆放的家庭。十字门冰箱啊分区比较精细，采用的是多风道，除菌除味快，但它的冷冻区存储空间开口小，放不了大尺寸的食材，比较适合精细化分区。而且呢，对大件食材收纳要求不高的家庭使用。相比之下，这种法式门冰箱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制冷效率一点不逊色于十字门，同样是采用多分区、多风道、独立控温，确保食材不串味儿。同时呢，还拥有较大的冷冻空间，双层超大的抽屉设计，可以轻松的收纳较大的食材，实现单手轻松开关，使用上呢更加方便。
而且可以做嵌入式，适配于标准橱柜，更节省空间。在以上这些优势的推动下，我最终选择了这种超薄零嵌的法式门冰箱。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发现我家这台 TCL 超薄零嵌法式冰箱 T9DQ 真是选对了，各方面性能都让我对它刮目相看，把它称为一台宝藏冰箱一点都不为过。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强在哪。首先呢，它能够完美的实现平嵌580毫米的超薄机身，可以做到齐平橱柜不突出。机身是当下最流行的白色，全白配色，适配各种装修风格，加上底部散热的设计不需要两侧预留散热空间，能够轻松的实现无缝嵌入。再搭配上平稳嵌入式铰链设计，贴墙摆放也能做到90度开门，不影响抽屉的拉取，让您随心所欲的取东西，同时还能减少卫生负担。其次呢，别看它占地不到半平米，却拥有了466升的超大容量，足可以满足我们一家人2周的食材需求。法式4门的存储格局用着也是相当的舒心。日常的水果、蔬菜和饮料可以根据不同的存储方式、不同的存储需求分类存放，拿取方便的同时，还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要说让我一眼心动的还属它的冷冻区双层超宽大抽屉设计用过的人才知道是真香。它的3阶金刚导轨可以一拉到底，承重力强，抽拉不会晃动，而且它的抽屉隔板还是可以拆卸的设计，隔开存储，分区有序，拆下空间更宽敞。存放大块食材特别省心，不管是大羊腿还是一整只鸡，都可以做到整存整取，不用切割。底部抽屉内有乾坤，还贴心的配置了浅层托盘，方便存放雪糕或者水饺之类的小件食材，完全不用担心染上鱼腥味儿。再来看看它的冷藏区，中部的全宽果蔬抽屉，就算是整根大葱、芹菜都可以轻松容纳。底部还有2个干湿分储的抽屉，左边这个是鲜活保湿仓，右侧的是智慧变温仓，更适合干货或者是新鲜肉类的存放，还支持冰镇、生鲜、母婴3档自由调节，呵护家人的健康饮食。不得不提的是它还有独有的零下40摄氏度晶态膜锁鲜技术，这个是真牛。都知道冷冻过的食材再加工一般口感会变差，我家冷冻过的这个鱼肉吃起来依旧很新鲜。这项保鲜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冰箱冷冻温度可以降低到零下40摄氏度，可以在食材表面呢形成一道晶态锁鲜膜，有效的锁住了鱼肉本身的水分，营养不流失。最后它的性能配置方面也是相当出色的，双温区独立循环制冷，食材之间互相不串味儿，而且搭载的还是双变频技术，节能又环保。35分贝静音值，噪音呢可以完全忽略，同时还是1级能效，每天耗电仅是 0.78 度。其实呢，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入手这台 TCL 法式薄嵌 T9DQ 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多方面对比发现，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更胜一筹的。颜值出众不说，而且相同的价位里面配置是最全的，同样的性能，价格更诱人。3000多的价位性价比可以说是拉满了。如果你家呢也在考虑买一款优秀的嵌入式冰箱，那么 TCL 这台466升大容量超薄零嵌法式冰箱 T9DQ 绝对是首选。